保守派都知道台湾，保守派也都知道台湾是受到共产中国的压迫。 We collectively as a government have been very focused on Taiwan.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也展示出来，在美国都是偏保守。我猜有些人可能会对于右派或者是保守派还是有点害怕，这些人其实很排外啊。不用把共和党支持者当成像是左派一直在抹黑的什么种族歧视、恐同什么恐这个恐那个，骂乱骂。你不要看 CNN 在骂共和党反移民，他不反移民啊，他支持移民啊。保守派他们不是排外，他们是反对非法移民。他们会跟你很好啊，他们会觉得美国赚到了，美国需要像你这种人啊。我也接触还蛮多民主党的，我接触过的还蛮反共鹰派的哦，会直接跟你讲哦，我怕我们如果对中国太硬，这个会增加在美国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那就不要玩了，你永远赢不了，并不代表不要跟民主党发展关系，当然是要。美国是你的最大的盟友，你民主党、共和党都要有朋友。这就是 IWP 的教授也会跟你说 ，send your people everywhere。像是现在在日本啊，高市早苗他当选，现在是当总裁嘛。他是非常支持台湾，而且他跟台湾的政治界是往来的非常的密切，他非常的了解台湾，也非常的了解台湾在外交上遇到的困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台湾的朋友，他比石破茂好几千倍。美国这次跟台湾沟通的，我觉得非常直接说美国要什么。首先呢，美国已经是表态的明显，他会保护台湾，但是呢。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这个新闻硬邦邦的主持人斯坦来到我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主题，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就是台湾以及现在美国现在掌权的这个保守派右派，是否有脱节了？好，那么斯坦很高兴你来到我的节目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Aiden 你好，我也非常的荣幸今天来参加就是你的 podcast 节目。我叫斯坦，然后我的频道是新闻硬邦邦。然后我除了拍 YouTube 影片之外，我也在曝光这个网络媒体有自己的专栏，然后也常常在华盛顿时报啊或外交家，就是类似这种的媒体来投稿，就是做国际时事的分析。了解。那斯坦，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了。其实今天会特别想来找你谈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在这一阵子啊，我看到了2个事件让我想要聊这个主题。第一个是之前有关这个台湾跟美国关税的一些问题的一个纠结的过程中，我看到台湾有很多无论是 YouTuber 或这些人，他们都有提到说，台湾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跟美国现在无论是川普或是MAGA或是保守派他们什么样的沟通的这件事，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那么第二件事件是我看到是就是上算快1个月了嘛，那个 Charlie Kirk 美国发生一个非常糟糕、非常可怕的一个悲剧。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全世界，他们其实都会针对自己是有所反应的，可能会有些哀悼会啊，或者什么这件事情。那我观察到我们台湾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些情形。那这不得不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台湾是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依照你的观察，我们跟美国现在正当权的右派跟保守派有一点脱节了？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在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声音嘛，然后说是不是台湾人跟台湾现在的执政党不够了解川普。不过因为我刚好从美国回来嘛，然后我有拜访还蛮多保守派的智库，包括传统基金会啊，包括 AFPI， 这就是America First， 就是美国第一研究学院嘛，然后也有 IWP 嘛，就是这也是一个学校嘛，然后哈德逊学院，就是基本上在做国际事务跟政策相关的智库跟学校，我都是有跟他们见面，跟他们开过会，然后也有聊台美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并不是在于执政党不够了解美国或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川普团队接触，而是因为他们有接触啊，他们确实有接触，他们也有谈，然后谈的结果就是有时候可能台湾这边会搞错重点，就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相关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媒体，现在媒体在台湾没有半个媒体是支持保守派的。
像是现在在日本啊，就是高市早苗他当选，就是现在是党总裁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做首相嘛，在网络上也很多就是在骂他的声音，就是很多声音都是完全照着左派的主要的那种主干道的那种论述在骂，然后台湾媒体又非常喜欢直接翻译 CNN，那 CNN 这种媒体根本就是不能看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会直接反传，再加上台湾做台美交流的人，他们很多也都是左派背景的嘛，就是很多都是留学美国嘛。那留学美国，大部分他们不会去 Patrick Henry 这种基督教保守派的学校，也不太会去 Pepperdine，可能普渡去的也没有很多，大部分都是选择就是常春藤的那些学校嘛，他们都是非常的左倾，或如果是美国国立的呢，可能是 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嘛，它也是非常的左倾，然后就是会接受大量的，尤其是人文科系大量的那种左派的那种论述，所以他们回到台湾也一定是会反对川普。就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反对川普，即便民进党的支持者多数都是很保守的人，多数都是有信仰的人，然后家庭的观念也是比较偏保守。那因为我有跟那些智库的人也好，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就谈跟聊这些话题，因为有一些也是我的朋友嘛，也有一些教授嘛，然后他们也是做相关的台美关系的研究，他们观察到的部分是说，现在美国最关心的点，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国防。台湾有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为乌克兰被侵略以来，现在美国对欧洲非常的有意见，因为觉得国防预算就是不如以前嘛，然后好像是完全要依赖美国来做保护。第二个问题，能源的问题，每一个都很关心能源，那你主推非核家园可能不太适合。同时，你一直推绿能的一些政策，绿能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这个也是让美国觉得有点担心，美国人是希望你可以多买一些美国东西。第三个，如果是我们在讲关税的部分呢，高科技那个3我们可以分3A 跟3B，3A 是高科技被中共渗透，这个就是在美国在台湾，美国保守派一直都是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资料会不会外泄，中共有掌握这些高科技到什么样的程度。那3B 就是国家安全以及你愿不愿意在美国投资。因为贸易逆差，川普团队非常的看重贸易逆差的问题。那针对一些社会议题，这倒是没那么重要。重点是你跟美国往来，你会不会让美国吃亏？然后这件事情应该是执政者要特别的关心到跟注意到的东西，因为美国是台湾就能提供台湾最多的保护，而且现在美国这个执政团队。多数人都是非常的支持台湾的。我们从现在国务卿卢比欧，台湾人很喜欢蓬佩奥，就是川普第一任的。卢比欧在很多政策上，他比蓬佩奥还要直接。他也是直接台湾人，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就是任何的跟中国相关的那个出生背景，就他都一路就是改成台湾，你就是台湾，他直接帮你证明了。然后现在 AI 提出的那个主权未定论的东西，这都是对台湾非常的善意的步骤嘛，非常的善意要跟台湾加深往来，跟加深交流。但是要记得，中国是台湾的敌人，然后美国感觉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民进党真的是把中国看成够大的风险，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如果这个解决了，那未来的关系会非常的好啊。其实就你刚刚所说的，我听到很关键，不只是你刚刚真的说政府其实是有跟川普团队、跟美国这些保守派其实有交流的，但是媒体或者是我们的学术界，尤其你刚刚讲学术界这件事情，我想问说，你怎么看待无论是这个学术界，或者是我们民间的自媒体啊，或者主流媒体这些事情，是不是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蛮难可以接触到第一手的，或者是更加深入的右派保守派的资讯？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美国怎么看美国？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留学美国的，他们也都会去兰州嘛，就是非常深蓝的州，比方说像是马州这个地方，它已经是
完全就是变成共产党的一个形状啊！他那边的人就是已经是能讲出来什么剥夺生产资料等等这种东西啊，然后就是接受大量的那种左派的学术的那种，因为那些主流的学校他们都是偏左派，而且他们偏左派的那个历史已经是有大概冷战之后已经。冷战时期中间偏左，冷战之后已经是完全往极左去依靠嘛。那美国也是有保守派的学校，那也有天主教教会开的学校，也有基督教教会开的学校。那像你最近的那一个学校叫 IWP，最近你的影片特别访问了美国右派那个，然后这个全名我忘记，应该叫做 World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国际政治研究学院。是。那这个学校是不是就会比较不像是你刚刚说很偏这个左派或者极左这个学校，是这样吗？这个学校因为它是一个专业培训机构。然后它有博士班也有硕士班，然后它没有大学部，它基本上是跟像是 Patrick Henry 啊这种学校来合作。你在那边念完学士之后，你可以到 IWP， 然后很多人都是在美国各部门啊，或是在军队里面，那他们也有一些在职班，比如说你在智库啊，或你是在你是美军或海军，你就是可以接受这种的18个月的培训，24个月的培训，他们各种 program 都有，也有网络上的 program， 他们也很鼓励来自美国盟友的国际学生到那边读书，他们是很务实派的一个学术机构，而且多数的教授都是思想上跟立场上比较偏保守，就是美国第一的那种价值观啊，这是我观察到的部分嘛。但是他们主要是讲地缘政治，美国的战略现在很少学校会跟你讲美国的战略，然后情报相关的，就是这一类的课程你在其他的学校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没有办法得到这种的培训。而且成立这个学校的人啊 John Lenchowski 他是在雷根时期啊，就是有处理美国就是针对苏联的政策，所以他们非常的了解共产党啊。像是我采访的那个Marek Hodakevich 就是这个教授，他是对共产党非常的有了解，他是一个波兰裔美国人，那他也会跟你讲从思想，从经济学，从渗透，从颠覆意识形态等等这种问题整个来龙去脉，共产党是怎么样渗透就是民主国家的社会。这个学校是非常的专业，我也希望有一些台湾的可能是政府的或未来希望在台湾的政府担任一些职位的人会过去那边去就读，因为这知识真的是非常丰富的知识量，然后我在那边还蛮多认识的人啊，然后我觉得他们看整个国际的关系发展是以美国的角度为准的，然后他们非常的熟悉美国的内部的一些流程的部分，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是收获会很大。那我们先讲媒体，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没讲完。美国你可以怎么看美国？美国其实多数的人都是偏保守，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也展示出来，多数的人都是在美国都是偏保守。民主党以前它是一个很中间务实派的一个政党啊，无论你是从卡特时期或甚至克林顿时期，它还没有往极左去转移，大概是从奥巴马时期，就是把身份政治就是批判性理论的那些东西开始展现在美国的政坛上，无论是性别都可以变成斗争的动作嘛，性向、肤色、种族、信仰各种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批斗跟分化，这是从奥巴马时期，然后后来也变成在民主党里面越来越多的人是极左派，像是 AOC 啊，或 Ilhan Omar 啊，或Warren 啊 ，Elizabeth Warren 嘛，或 Bernie Sanders 嘛，或现在在纽约可能会当选市长的那个 Zoran Mamdani， 他是社会主义者。他说他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基本上就是共产主义者，他主张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宣言里面写的东西啊。你如果是有读过马克思的话，你就知道他讲的东西不是民主派社会主义，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那民主党他倾斜，媒体学界也都是往极左这边倾斜，这个也是跟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一个还蛮大的意见分歧，因为左派跟右派简单来讲啊，我用非常的粗暴的方式说，我们从政府的角色来看，
右派是小政府，政府不干预民间，每个州都要做自己的决定，你有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一修正案、第二修正案等等等等等。左派呢觉得政府来负担一切，我来分配。资源都是掌握在我这里，然后我分给你，我觉得你应得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那这个是很不美国。美国本来就是不要政府大才独立出来的，美国本来就是不想交税给英国国王嘛，所以才独立出来了嘛。那你这时候又要把他们拉回来，就是这种左派的政府最大的一个社会的氛围里面是非常困难。所以美国也许一些大城市，我们看洛杉矶，我们看波士顿，我们看纽约，就是那种非常的 urbanized 的，就是城市化的区域跟城市化的社会，他们会偏左，但是乡村，但是就是比较农业州、工业州，有能源开发的州，像是德州，他们就会偏共和党，他们就会偏保守，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会干预他们的。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很有趣，它就是左右两边，东岸跟西岸沿海都是左派城市，都是蓝色的，但是中间都是很红，所以美国社会这样子也变成相当分化的。那在这时候，现在媒体，因为我们讲到媒体的部分，因为那些 legacy media 就是那些老的电视台也好啊，报纸也好，现在那个《纽约时报》完全变成反犹太人的一个报纸啊，就是鼓吹对犹太人的暴力的报纸，很恐怖，很恐怖。这是跟我小时候的《纽约时报》是差很多啊。然后呢，他们就是变成往极左派靠嘛。但是现在是新媒体崛起的时代。不是没有保守派媒体，也有 Fox News 嘛，那有新的电视台叫做 Newsmax， 然后它的收视率也相当高的，然后跟川普团队关系也很好。但是目前来说，自媒体因为你做媒体是成本很高嘛，那现在你自己开一个 podcast， 自己做 YouTube， 甚至自己成立公司做媒体做新闻，成本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低很多。然后你可以透过网络来播来讲你的内容。以前保守派也许是不太愿意投资在媒体这一块，所以就变成一言堂，就是掌握一切的声音都是极左派。那只有 Fox News 它当了一个堡垒，因为你看在有那个有线电视之前都是比较偏左嘛，有了有线电视之后，因为刚好有线电视是新的技术，右派就开始出现在有线电视。Fox News 因为它是有线电视平台，然后有线电视之后，现在网络媒体右派也开始使用这些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来传播自己的声量。而且现在其实讲实在话，看 CNN 的人很少，大部分的人都是看网络的媒体。而且现在你进白宫，你如果是左派的那种老媒体，你还不一定能拿到许可证。但是你如果是共和党，你如果是新媒体，不一定是共和党，民主党也是，你新媒体你反而是进得了白宫啊。有一些 YouTuber 就是几十万频道，他都可以拿到白宫的那个许可证。然后像是 OAN 啊，也是新的媒体嘛。然后 The Daily Wire 也是新的媒体啊。然后什么 Benny Johnson Newsmax 当然 Newsmax 也是电视台。或我觉得华人朋友在看的那个新唐人电视台啊，也是。因为他也是在新媒体时代才发扬光大的，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他的。他美国保守派是很喜欢看的一个媒体平台，他们现在反而是进得了白宫的。那些很偏颇的报道的 CNN 啊、BBC 啊，或那个纽约时报还不一定哦。那这时候对台湾人来说，就是要掌握这些媒体。其实如果会英文的话，我建议直接去下载他们的 app 啊。Daily Wire 我觉得他每天做的内容都还蛮优秀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看那个 Louder with Crowder， 就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节目，就是在 Charlie Kirk， 他跟 Charlie Kirk 是同时去挑战学生针对某个议题。但是Charlie Kirk 的节目叫做Prove Me Wrong，就是你证明我是不对的Steven Crowder 叫做 Change My Mind， 让我改变我的想法。好像他最近又重新开启了。
对，就是有去学校，对但对，又这就加了去学校，很多那种防弹玻璃啊，然后对保安啊，就变得对，比较没有像之嗯前那么的那种跟学生没有距离的那种感觉。嗯哼这些人的内容都可以看，然后他们做的分析也是很值得看的。你喜嗯哼欢比较传统媒体的，那你可以看 Newsmax，他们也是直嗯哼接跟你讲美国保守派是在想什么，是在嗯哼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也有很年轻的，像是 Brad Cooper 啊，年轻人很喜欢看现在美国社会议题，那个原本在 Daily Wire 的那个，他后在来这里外，离开了对那个的出来的那个小女生对，等等。其实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听英文的，我相信你或多或少都有听过斯坦刚你讲那些频道啊，比如说 Daily Wire 这么红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说，其实有很多台湾人，毕竟英文能力可能他们还在努力当中。那么变成说，可能他们还是会喜欢看中文的频道。那比如说，可能看斯坦林的频道啊，才可以接触到这些情形。那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从你刚刚讲话，就是其实我可以得到一些，看这样讲对不对？就是说，其实台湾本身我们在中文的频道或者什么台湾的频道，其实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现在整个西方已经从左转右的这个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的事情，但我现在可以听到越来越多了。那么其实我不得不想要问斯坦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台湾人他们真的不了解左跟右，甚至可能知道一点点不多。那么台湾对我们来说，我们台湾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两岸的议题、反共的这些议题，这件事情就是无论就是不用 debate，我们都已经知道。所以下一个问题就不想问斯坦说，针对现在无论是美国现在川普或这些所谓的右派、保守派，甚至是这些宗教派，对台湾人来说，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最大去反攻，或是去解决这两个议题的这个盟友？这样讲好了。在台湾确实左右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的主流，统独议题才是台湾人最关心的。其实台湾这点跟日本很不一样，日本是很明显有分左跟右，韩国也是很明显有分左跟右，但是台湾在这点，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但是我要讲，目前来说，你看从川普时期，川普第一任、川普第二任，你看举一案。你看针对台湾的发言，然后看军购，愿意买最先进的武器的，永远都是保守派，永远都是共和党。上一个那么支持台湾的美国总统是雷根，从6项保证，而且雷根还在做加州州长，他也拜访台湾有2、3次。他也是曾经的一个很大的台湾的盟友。雷根好久了，已经80年代了。所以上一个最支持台湾的是已经是40年前的时候了。对。然后现在川普他的团队也是很明显，我觉得问题是不只是在支持台湾，是在感觉得到来自中国的风险，来自中国的威胁。像是那个我采访 IWP 的教授，他就是说美国有时候会做一些很愚蠢的动作，然后也会误判。那在90年代克林顿的那个时期误判了中共，因为原本是8964之后是要全面制裁，但是因为在这里也有台商，也有港商，也有美商纷纷去投资，然后就是说他们不是真的共产党，然后开始就是那个跟中国的蜜月期，跟拥抱熊猫的那个蜜月期开始。后来是发现中共它只会偷，只会抢，然后只会往外扩张嘛，所以到了川普。其实，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很多共和党的人开始讲这些议题，但是民主党认为世界太乱了，然后那时候刚好俄罗斯侵略克里米亚了嘛，然后在叙利亚，然后利比亚，美国也一直在开一些新的战场，他们不想跟中国正面对抗。但川普他当选之后，他的幕僚其实因为他那时候也是非常多的反共鹰派。无论你怎么看伯顿，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针对中共的政策，川普最后确实是有实施的然后后来蓬佩奥也是，他的国务卿嘛，然后针对经济方面了解中共胁迫的 Peter Navarro， 然后川普团队的人，无论是第一任或他的现在的第二任，大部分的人都是了解来自中共的危险是有多少，尤其是我要特别强调国务卿卢比欧。他是古巴裔背景的，他是了解什么是共产党，他的家族就是从曾经被共产党残害的国家来的，然后现在做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也了解美国最缺乏的是战斗力的问题嘛。
他下面有一个叫做 Albert Colby，科伯基，非常了解台湾的一个人。台湾人不太喜欢他，台湾人不太喜欢他，台湾人常常骂他，但是他是非常了解台湾，而且他知道台湾要做什么。所以目前来说，看起来这些人都非常的严格，但是他们严格的同时，他们都是愿意提供给台湾所需要的，从情报到武器到经济方面的帮助。这时候我是要举波兰的例子啊，波兰跟共和党，就是我们的那个法律与公正党，现在的执政党，总统是法律与公正党，是跟共和党的关系是还蛮密切的，而且其实不是说美国不愿意帮助盟友，川普说他要从欧洲从德国撤军，但是你看波兰一遇到问题，他说波兰需要多少个美军，我们就派多少。因为他知道波兰是完全照着美国要的去做 ，GDP 国防预算拿到5%，贸易逆差的问题去解决，然后优惠待遇对美国的企业，因为知道我们是同一个阵营的，我们不是跟中国同一个阵营的，我们是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永远都是背叛，跟永远都是嘴巴上讲的很好听的，但是实际上没有提供实质的帮助的政客，大部分都是来自民主党。奥巴马时期，我觉得那个很明显，嘴巴上是非常支持乌克兰，最后第一个要提供反坦克导弹的不是奥巴马，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然后那种联合3差季的那个培训，就是美军跟乌克兰的军队培训，也是川普时期开始的。民主党很会讲话。我也接触还蛮多民主党的人，民主党你知道第一个跟我讲的，我不说谁，但是我接触过的还蛮反共鹰派的哦，民主党人士会直接跟你讲，哦，我怕我们如果对中国太硬，这个会增加在美国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那就不要玩了，你永远硬不了。你只关心 diaspora 的议题的话，你不关心你的盟友跟你的国家安全。而且我觉得俄国人的感受他们没有那么管哦，你知道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是对俄罗斯很硬，但是为什么中国要侵略台湾，民主党却不敢对中国一样硬呢？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问题嘛。所以他们因为也很多企业，反民主党的企业，包括美国的高科技业，都是跟中国有很密切的往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选票，因为你也要看。共和党大部分支持共和党的企业都是美国本土的，从承包商嘛，军队的承包商啊，到石油、天然气、能源的，到传统产业，到农业，这些其实没有跟中国往来，这些人不太会吃亏了，所以他们也会更诚实的去支持共和党，也会更诚实的去支持台湾。我认为这个可以回归到本质，比较像是共和党或是这些人，他们可能比较偏向基督教的这个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无论你信不信神，对他们有个价值观。然后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不得，这也是事实。西方的文明的起源就是一个基督教，你要说天主教、犹太教这一系列下来的，那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被你可以说是单纯的利益啊或者什么去改变的，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就变成说，共和党其实跟中共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他们这样的一个马克思这个主义的思维是水火不容的，这样讲好了。那么造成就是说，其实如果真要反共的话，你要超越利益的很本质上价值观又水火不容的情形，其实共和党跟所谓的基督教的这些保守派是。就是他们就是合不来。价值观上，当然了，共和党因为共和党也一直主张的是反共啊，然后对共和党来说利益重要，但是价值观是更重要的，因为很多比如说福音派。你跟福音派讲利益的话，他可能最后也不会投票给你啊，因为他们就是那种他们生活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基督教精神的生活方式，然后共和党也不会去丢掉他们的就是那种基本盘嘛，就是这些选民嘛。那民主党在一些价值观方面，他会主张什么进步价值啊，所以在这方面他的交流是会跟他比较偏左的那些议题方面，他会跟你往来的很开心，但是你要交换成务实的
无论是情报交换，无论是军备，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帮助你，会更困难一点呢。因为他们永远都会考虑到对岸的感受，他们永远都会想到对岸的感受。从拜登时期，我们就很明显可以看到，那4年，即便是拜登，他是有一些，他也是天主徒嘛，他有基本的价值在，所以他就一直说我们对台湾有承诺，我们会保护。但是你看他每次一讲，后面有什么布林肯、坎贝尔跑出来，没有，我们是一中政策，我们是一中政策，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哎，川普当选这1年，他有讲了几次他不支持台湾独立，然后他讲了几次一中政策，我一次也都没听到。他就是在讲台湾就是台湾，美国就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然后竟然说台湾的主权未定，我觉得就是本身对台湾以台湾的利益为出发点。当然，在台湾有一些人也是喜欢跟中国赚钱，这是事实。这些人对台美交流之间会产生一个风险啊，但是多数台湾人希望台湾可以继续当台湾，而不是中国台湾，应该是会知道真正的善意都是来自于美国的保守派，并不代表不要跟民主党发展关系，当然是要。美国是你的最大的盟友，你民主党、共和党都要有朋友。这个就是 IWP 的教授也会跟你说 ，send your people everywhere， 你把你的人送去各个地方。你在学界已经有，那你现在也派一些人去投资美国的农业州啊，肯塔基啊。德州也好啊，然后在德州台湾人是蛮多的，像是肯塔基啊、密苏里啊、那个 North and South Dakota 啦，就是等等这种的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州。让人去那边，然后美国的保守派学校，我强烈鼓励台湾人去读，无论是 Patrick Henry 也好 ，Pepperdine 也好 ，Purdue 也好，这些学校，而且去读他们的人文科系，因为普渡他的理工很强，但是你真的要了解美国的保守派，你应该是因为美国人也许不用去读。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种的环境长大的，但是台湾人毕竟是外国人，不了解这些观念是什么，也不了解共和党跟基督教、民主党跟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基督教有哪一些派系，有哪一些，比如说长老教会跟福音派不太一样哦，哪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对美国的政治界有哪一些影响力？这些是要受培训的，这些是要去读的，是要去了解，但是。恐怕目前为止，台湾真的是了解美国保守派这一块的人非常的少，非常少是。但是我觉得，因为留学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有些大家对有些经济压力啊。像我了解很多台湾人对于英文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我们也不得不去理解。虽然台湾人，我认为台湾人英文能力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认为台湾人跟外国人相处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紧张。那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想要问问看斯坦，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对台湾的不是对美国的共和党跟右派，其实可能很不了解，甚至有些误解。你是否可以跟我讲一下，就是说有哪些你觉得可能台湾人对美国的这些保守派啊、右派的一些误解的地方，然后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一下这个部分？哦，这个问题很好。我首先建议要去接触，然后直接好，你台湾也蛮多基督徒。你如果是到了美国，你去做礼拜啊，你去跟那边的人聊啊，你去跟牧师聊啊也可以啊。如果是天主教会，就是跟神父聊啊，就是多接触，不要怕。我觉得就是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怕。那经济压力，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台湾政府也应该要鼓励学生去做的。这个我是支持台湾有出那个奖学金，然后送台湾人去读一些保守派学校，而且保守派学校是比自由派学校便宜多了，对，便宜多了。你去读那个维吉尼亚州的那个 Patrick Henry， 他的学校不大，但是就是非常的有那种福音派的那个包容，一定是比你去读哈佛便宜几倍，好几倍，真的是可以省到不少钱。可是我猜有些人可能会对于右派或者是保守派还是有点害怕，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会不会
台湾毕竟对宗教这东西还是，尤其对基督教，没有像我们毕竟是个佛教的国家，他们可能会有点心生畏惧。这些人其实很排外啊，因为你如果大家肯定是民主党，虽然说我们现在左派我们是很不喜欢，但是某种程度他会给人家感觉说，我比较愿意接受台湾人接受外人。那对共和党可能就是会有些错误的看法。要怎么去面对？就是说这种错误，其实我后来仔细发现，共和党他们反而是更加有价值观的。那么要怎么样去破除台湾人对一些美国保守派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看法？其实首先呢，保守派都知道台湾，保守派也都知道台湾是受到共产中国的压迫，所以基本上美国的保守派他们对亚洲就是很多都了解，有日本是反共，韩国也是守护民主反共，台湾也是守护民主反共，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很了解。我觉得不用把共和党支持者当成像是左派一直在抹黑的什么种族歧视、恐同什么恐这个恐那个，然后骂乱骂。你如果是直接去看 Charlie Kirk 啦或 Crowder 他们怎么辩论，他们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辩论的，而且是对对手跟对方最大的包容。那你去接触他们，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是他们没有排外啊，他们反而是觉得你在美国，然后你爱美国，你愿意为美国付出，他们会跟你很好啊。他们会觉得你就是美国赚到了，美国需要像你这种人呢，因为美国毕竟是移民社会，无论是保守派或极左派，保守派他们不是排外，他们是反对非法移民，因为很多人要移民美国，拜托不要插队，因为你连工作签，现在川普是在做改革的，但是以前 H1B 签证都要抽签哦。你知道吗？人要进去美国的那个人数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你凭什么非法越界？非法越界之后还不申请庇护哦，你就是一个经济移民嘛。然后，因为美国最在乎的是什么？对法律的尊重嘛，然后公平交易。你就不公平嘛？你就做的事情，你做的行为，你对其他人不公平嘛？那你为什么要被他们支持呢？然后我在想，台湾人你们那么喜欢那些民主党，照着民主党的逻辑，现在台湾的边境都要开放，中国人要进来多少随便他们进来，然后任何人随便进来，然后都不准签翻，都不可以哦，都不可以，可以直接来，赶快来，工作什么拿台湾人的工作可以，然后健保每个都要台湾健保免钱，不用付钱。台湾人会接受吗？那个政府马上垮台了。对，台湾会接受，但是民主党主张的就是这些了。拜登4年内让1000多万非法移民，4年内1000万，半个台湾的人口直接进到美国。那共和党反对，当然是反对。你不要看 CNN 在骂共和党反移民，他不反移民啊，他支持移民啊，但是他支持是合法的，至少知道来的人是谁，有没有帮派背景啊，有没有什么犯罪记录啊，然后这个人会不会对美国有贡献啊。我觉得任何的国家都是要这样子看的嘛。然后我觉得也很好笑，说什么共和党反同性恋，这也不对啊。然后说川普是反同性恋，川普在他的 Mar-a-Lago 有办过同婚，而且美国历史以来同性恋掌握最高的职位，就是现在川普时期，这个人叫贝森特。贝森特，贝森特，他是一个公开的那个同性恋，曾经写批评台湾文章的那个辉顿 Christian Whiting，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人骂他什么白直男，人家是同性恋。OK 然后包含那个川普最厉害的那个幕僚也是一个女性嘛。对，就是他最厉害的那个Susie Wiles， 对，也是历年来第一个，所以女权主义者啊，然后支持同志权利的啊，共和党没有反对女权，共和党也没有反对同志啊。你如果是实际上去看，在共和党里面的掌握要职的人，跟他们实际上跟选民沟通的，然后说啊，共和党有那个种族歧视，有越来越多的黑人现在是支持共和党。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国会议员 Tim Scott， 我原本是希望他做副总统，我觉得那口才也很好，也是一个黑人。现在南美裔，然后黑人、亚裔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保守派去转，不是因为其实也不能说共和党有多好，
但是因为民主党它已经是方向完全错了，它已经是跟美国原本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的。那这些问题我觉得台湾也希望可以看到，不是说你支持左派价值是不好的，价值很好，你有这个价值 OK， 但是你的朋友不只有左派，反而最支持你的就是这些有基督教价值观的反共的共和党人士，因为他们冷战他们都记得，而且他们也都记得台湾当年也一直在反共对抗，就是共产党往外扩张的，那他们也不可能去接受共产党的思想跟共产党的宣传，所以很多谬论跟很多对共和党的抹黑其实是没有依据的，是为抹而抹，为黑而黑。那这些我希望台湾人也不要只看民主党的媒体，有时候来看个新闻硬邦邦啊，或看 Aiden 的 podcast 啊，或看那个好机车啊，我们都是在讲这些跟美国的目前在发生的议题相关的影片，我觉得也可以多多了解，就是现在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能只听到一边的声音，两边的声音都要听，然后判断你自己做。是，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情。是，其实过去10几年前，可能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声音，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左派的、偏自由派的声音，在台湾到处都有。但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 open mind 的人，你真的是想要看待世界的人，你不能只看一边。现在我认为，就是无论是这个斯坦你现在做的内容，其实是少数。就是从里面看得到，别的地方看不到。你懂吗？包含你访问的那些人，你介绍那些人物，包含接下来我也想要问你，你之前有介绍个人物，就是现在国防部长、战争部长，叫做那个 Peter Hegseth 嘛。他最近不是在那个场合，然后训话，然后针对整个美国所有的将领，然后讲这件事情，包含你有推荐他那本书，有关就是这个 The War on the Warriors， 算是可能是至少是第2本书吧。他第1本书是在骂教育的部分，在检讨教育的部分。这本书他是在讲有关美国军队已经过度的 woke， 然后已经失去了那个能力，而且如果军队都失守的话，对美国是很危险的等等这件事情。那我想请问一下，对于最近他就是这个算是蛮高调的，然后针对所有将领这样训话了，这个对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跟对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样子？这件事情是看起来没有跟台湾直接的关系，但是跟台湾有间接的关系，因为这是直接牵扯到美国的军队的战斗力跟致命力。Hegseth 我认为是川普选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人做国防部长，他没有选一个将领，他没有选一个匪猫，他选了一个从基层做起的，从士兵做起的，而且是直接有被派去关塔那摩湾、阿富汗、伊拉克，也是直接了解美国前线打仗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像是在法律上面的约束力有多少个限制，比如说你看到有人他拿着枪，他已经开始往你扫射，你才可以反击，你不可以看到有人把枪对准你，就是对他开枪，不然的话你会被告，也很有可能军事法庭，也很可能会审判。所以就是说美军在过去时期在法律上是反而对恐怖分子比较有利，对美军比较不利。再加上从奥巴马时期引进了一大堆像是批判性种族论、critical race theory，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说把所有的人类文明跟那个历史发展就是用种族之间的斗争来做分析的，这就是说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从那个法兰克福学派，那时候有 critical theory 嘛，然后有演变出来各种的那种批判式论啊，有种族啦，有性别的各种的那批判式种族论它在讲什么东西啊？主要是说美国白人都有罪，美国的根基不是1776，也不是1787，1776是美国独立，1787是美国宪法，不是，是奴隶制。美国是因为有奴隶制才变成现在的美国，所以美国就是充满仇恨、充满歧视、充满压迫。那士兵听到这些，因为这是在军队做的培训哦，士兵听到这些，他们怎么爱美国？你知道吗？你一直被说你的国家很烂，
那你为什么要拿枪保护这个国家呢？为什么军队要有这些培训？我不是说批判式种族论不应该存在，它是一个理论，在学校里面可以啊。当然呢，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有一些研究有一句，有一些没有一句，也有反对批判式种族论的，因为它是一个理论，理论是可以被挑战的。它是部分的学术界的人有提出的，也有一大部分的人是不认同这一块的，然后他们就是透过争论、透过辩论，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结果。但是这个理论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已经是拿去教育士兵的，已经是拿去教育要在前线打仗的人，是不太对。而且为了学这个东西，美国整个军队都要休假，然后去上这些课。以前的那个 Mark Milley 是以前的美国的参谋长，拜登时期，那个人曾经还说，如果是美国要打中国，他会先跟中国讲，他是直接跟中共说，我会跟你们说，我们如果要打你们。那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你看，这匪谍嘛，这种人他还是在美国的军队吃香喝辣，后来也换成另外一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 Hegseth 就是要把这些人排除掉，他要真的是 warriors， 他就是一直在强调战士的一个精神 ，the warrior spirit。你必须要保护国家，你必须要对国家有忠诚，对国家有爱，而且因为你一旦开始推广这些左派价值在军队里面，然后无论是什么跨性别，然后透过那种 DEI 的方式多元包容雇进来一些可能就是真的是身体就不适合当兵的，降低了标准，降低了测试标准。Hegseth 就要回到标准，你就是说你是什么性向，你是什么性别不重要，你要符合男性最高的标准，因为你要在前线，这个就是你要可能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专业，非常危险的一个职业。所以无论你是文武官，你是在前线打仗的，你应该是要符合这些标准，这本来就应该要做。我听了觉得不是理所当然的吧？啊，美军以前不是这样子吗？美军以前确实不是这样子，所以而且他也很了解就是来自中共的威胁，他也了解中共的那种超高音速飞弹啊，他们对航母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觉得 Hegseth 是一个很灵活的，然后他不是一个官僚体系的人，他是一个从基层士兵做起的，而且他本来从军队被强迫离开军队的原因是因为他支持川普。因为他是在 DC 做警卫队，然后那时候1月6号之后，他们把很多川普支持者直接赶出去了，直接 fire 掉。拜登一上任，他们是直接 fire 掉的。这个也是你不应该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而被开除，这就是不应该嘛。我们都是反对政治暴力，我们也都是反对因为政治立场会把人给 fire 啊，这个是不对的嘛。那Hegseth 现在是国防部长，他就是在讲你们这些将军太胖了，难看呐、他就是这种难看嘛。对啊，胖将军就是难看呐、你要保护国家，你不可以胖啊。然后标准，然后战斗力跟知名力。Hegseth 他在他的那个 The War and Warriors 他有写，他主张要把美国的国防部长改成战争部，然后很多左派就不会美国要打仗，为什么讲战争部？因为美军它除了守护国土之外，它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在国外执行任务。不然伊拉克、阿富汗帮助以色列用 B2 去轰炸那个伊朗的核设施，这个是国防而已嘛，不止啊，这已经是在战争上是执行任务，而且这个也是跟川普的他的大的战略有一个关系。除了川普要的是什么？他除了谈判、公平交易等那些红萝卜的部分，他有很大的棒子。那棒子是什么？他很会 intimidate， 他就是要你的敌人怕你。现在就恐怕很多美国的敌人啊，俄罗斯他不怕拜登啊，而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俄罗斯就不怕拜登啊，就侵略乌克兰了。伊朗的那些哈梅内伊啊，他们也不怕拜登啊，他们不怕民主党的那些最高领导人啊。川普一来，他们如果是敢做坏事的话，会
会直接被反击的。所以川普其实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消灭 ISIS 也是这种的做法，因为那些恐怖分子他们不怕奥巴马，他们不怕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嘴巴上讲的很好听，实际上要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会拖拖拉拉，或甚至完全不做，然后会打假球。我认为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的时候，普京侵略克里米亚这件事情，他是跟普京打假球的。他没有真的要制裁俄罗斯，他所做的事情也没有对俄罗斯造成实质上的影响力。真正的让乌克兰军队有武器，然后有培训，是后来川普当选之后，就是波顿那段时间呢，波顿跟后来蓬佩奥的，后来拜登是不得不帮助乌克兰，因为已经是全面入侵，但也是拖拖拉拉。川普他虽然嘴巴很贱，但是要提供到最先进的东西，他是会愿意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也是直接允许乌克兰去攻击那个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拜登时期他们都不敢做这些事情啊，所以 Hegseth、Colby 他下面的 Colby 是负责政策的，国防部的政策，或者现在就川普做三军统帅的。我觉得以美国的安全跟美国的盟友的安全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美军确实是需要改革，而且这个改革来的，我甚至觉得有点晚。那我个人认为，美军的强大、美国的强盛、美国的稳定，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了解，就是我们相信大家也不用我讲了，如果美国一乱，中共可能就会趁机，就来了。所以我相信，包括我个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有点理性的话，你要知道，你不希望美国内战，你不希望你希望美国的军队是够强势的，可以震慑的。所以针对那个最近那个 Peter Hegseth 的这个事情，包含他那本书写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 OK， 美国终于回归到他们的90年代的基本模式。他特别有提嘛，他要一切都回到90年代的标准这件事情。那除了这个事情，其实这2天有个大新闻啦，就是你斯坦你刚刚说这个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总裁就是高市早苗。那么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有关心这个新闻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保守派，但是如果对于这个，因为日本离我们很近，台湾人也很关心日本，那么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高市早苗这样一个人？有人说他就像是美国的川普的，就是日本版之类的，然后保守。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高市早苗这一个人，然后以及未来他跟台湾本身的关系是怎么样子？他是保守派，然后他在自民党里面影响力也一直都是蛮大的。上一次其实他差一点就可能不是石破茂，而是他。就是他们那时候的票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小。那他在现在的日本自民党，他代表的就是反安倍晋三的那种势力，跟阿索塔罗的那两个人的势力嘛。然后呢，他的对外交、对国防、对国内政策，我觉得有一些方面他是比安倍还要积极，比安倍时期还要积极。其实基本上他是对安倍晋三的那个外交政策的算是一个延续。他是非常支持台湾，我觉得现在很有趣。他要当首相的时候，现在台湾各个政治人物，从赖清德、萧美琴、王定宇，然后各个部长林佳龙都开始用日文发文章，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跟高市早苗的照片。因为他很常来台湾，而且他跟台湾的政治界是往来的非常的密切，他非常的了解台湾，也非常的了解台湾的在外交上遇到的困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台湾的朋友，他比石破茂好几千倍。这是对外，他也了解来自中共的风险是什么，跟危险是什么。紧接着我们要讲一个对日本很关键的，他是主张是国防改革，把宪法第9条要修改。这意思就是说，美国的自卫队是可以参加在国外的任务，就是也可以派兵。就这个重点是跟台湾很有关系，因为根据现行的日本法律，如果是发生战争的话，日本是不可以派军保护台湾哦。高市早苗主张这个东西要修改掉。他主张日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终于有一个人开始在
务实上的检讨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来自中共的威胁，你也没有办法小看，而且他就每次都说我要打你，我要打你，我要打你，而且其实大家都说，美国是承担不起失去台湾，日本更承担不起，因为如果是没有台湾的话，日本等于就是被包围了，因为你看有俄罗斯，有北韩，有中国。就日本跟韩国会是在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对台湾也相当有承诺，也相当有义务感，保护台湾的一个义务感，那是一个很大的台湾的朋友。针对国内政治，他的最大的跟最有争议的一个理念跟见解就是反移民。他认为，第一个非法移民要被遣返，但这是正常嘛？台湾也在遣返非法移民啊，但是合法移民，他认为人数要限制起来，因为太多非日本人会让日本失去它的魅力，也失去它的文化，也变成已经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因为在日本渗透的问题。我觉得对你的观众跟我的观众来说，这不是秘密啊，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学生，然后日本也有中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是要很严格的去审查，跟确认他们的身份，跟他们在日本在做什么，还有禁止这些有问题的外国人购买敏感地区的地。因为这个是事实啊，这个我频道也有报道过，在日本，无论是在北海道。在北海道特别多，因为那边蛮多基地，在基地附近，在军队机场附近，一定有中国人买地，而且买一大片地。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军事基地旁边买地呢？当然就是为了监控嘛，但就是为了了解日本的军队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日本的自卫队现在是什么。所以针对这些渗透的问题，石破茂他都默不吭声的，他都不敢批评。高市早苗他是在这方面是会非常的强硬。那他保守派，但日本本来就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嘛，我看现在很多，那因为他可能对什么性别议题啊，也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他不愿意让日本变成一个极左派的一个状况，那也是好，因为日本要当日本啊，你要守护他的那个原本的精神啊，也是需要一个主张就是保守价值观的一个日本首相，而且我觉得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波兰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消息。不过我不敢说他是日本的川普，他跟川普在沟通方面，他跟川普在实质政策、在经济政策方面是会有一些差别嘛，因为川普他是非常的小政府主义者。他是觉得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的活动。高市早苗，我认为他也许为了保护跟救日本的经济，用政府的角度会采取一些做法，一些不贴性的一个做法。所以在这方面，他跟川普还是不一样的，在很多政策上的议题方面会有一些差别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刚刚已经聊完了这个，不管是美国、日本，那我们将回头再来聊这个美国这些保守派，他们其实最希望台湾了解什么，是最希望台湾可以知道什么，最希望台湾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这样讲好了。我觉得这个川普啊，他的团队都沟通的非常的清楚啊。美国这次跟台湾沟通的，我觉得非常直接说美国要什么。首先呢，美国已经是表态的很明显，他会保护台湾。从主权未定，从这些对台湾的在国务院的网站的一些言辞，从支持台湾的决案，美国会保护台湾，美国会继续卖最先进的武器给台湾。也许台湾在外交上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跟地位也可以提升，这个也是有很大的机会。但是呢，台湾不应该认为美国的保守派保护你是应该的，你也要有自己的角色，你也要付出。美国最关心的是什么？贸易逆差。你台商应该要都在美国投资，你不应该设壁垒给美国的企业，因为中国为什么台湾满街都是中国商品，美国的商品很少？
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玉龙拿一大堆中国零件，然后说它是台湾制造？但是你如果是要进什么，比方说福特的什么 F150啊、F450啊，它会变成美国的3倍价，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东西随便可以进来，为什么美国的东西不可以？就一个问题嘛，超我觉得贵，对啊，对，这个就是要大家就是要回答嘛。然后国防3%不够了，科普局说10%是有依据的。10%是有依据的，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力达到10%。但是没有能力达到10%，应该是要出一个计划，年年增加，慢慢的达到10%的标准。像是波兰也是，不是第一年就增加到5%了，它现在2%、2.5啊、3啊、3.5啊、4啊、5啊，就是这样子逐渐去增加那个国防预算。国防改革，国防购买军备，因为他们是非常的关心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这个我跟美国第一的那个研究学院AFPI 跟他们在聊的时候，他们问的很细啊。他说啊，台湾义务役的年限就是什么时候会提升，然后要怎么样，然后就是问的非常的细。他们要看台湾的军队有没有战斗力，因为这个东西美国要派兵，美国要保护台湾，是有一段时间是台湾要自己打仗的，所以这段时间台湾是要确保是可以守护得了。然后能源，美国也很担心台湾的能源不够稳定，因为这个也跟晶片产业有关系嘛。你就是要供应稳定的话，你能源也应该要稳定。第一个你要在美国投资，这是第二个，你就是你自己供应的东西也是要稳定。所以不要再非核家园，也不要再绿能，因为绿能也最后也都是来自中国的，都买美国的能源，增加这些储备。然后核能方面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法案，就是再建立一个新的，因为这个是美国很关心的一个议题。所以就是说贸易、能源、国防。贸易、能源跟国防这三个就是川普最在乎的跟最关心台湾的，他的团队最关心台湾的那个议题嘛。那这些能解决，你能让美国看到你是一个可靠的可以跟他往来的盟友，那我觉得未来的关系就会发展的更好啊，台湾也会更强，美国也会更强。我听起来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务实、非常实际也非常重要，就是没有在跟你讲一些偏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务实，国防、能源等等这些情形。那么我相信可能有些我是还正在学习当中，但是我认为跟美国人打交道，或者是跟他们做贸易、跟他们做生意这件事情，我相信美国人其实都是有很好的 reputation， 就是你付出什么，他就是回报什么，就是有这种就是给你有信用关系等等这个东西。那我认为可能很多台湾人，如果以我们比较个人的层面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文化差异啊，或语言隔阂啊，或者什么什么。但是我其实非常鼓励，像我的频道是非常鼓励台湾人，你可以去世界各个地方，可以跟他交流，甚至去谈判，甚至做生意这些东西，我觉得会对我们台湾非常有帮助。那既然现在如果美国认为说，你要多多来跟我们做生意，你自己的国家能力要提升，就是你的晶片要稳定，我认为这都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务实提升我们本身的东西，那你要投在美国上面等等这件事情，又不是钱过去然后就不见，这不太一样。他不是说你钱过去就不见嘛，这投资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这件事情。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个小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啊。以色列是不是美国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盟友？是非常关键。但是以色列对内它是福利社会啊，它是左派社会啊，它是一个非常左的一个国家。所以如果是在讲美国不在乎你对内左跟右，但是他在乎你的信用，跟你往来会不会被骗啊？就这么简单。那以色列它是一个美国的历年来算是一个最关键的盟友。以色列国内政治美国人也不管啊，但是国防能不能保护自己啊，然后当兵的这些议题还有贸易的议题啊，就是这些以色列要能够保障就可以了。而且以色列这个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希望可以跟思南再聊这个议题，因为以色列跟美国有非常的纠葛，甚至美国里面也有很多人针对以色列这件事情有很大的这个主题，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我自己本身我们台湾也有一些声音，蛮多的声音是说希望台湾也可以向以色列看齐。那我本身对以色列因为我的频道是比较偏向个人自我提升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以色列他们针对
他们跟世界人谈判，跟美国谈判，跟他们自己，他们母语也不是英文嘛，他们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自己对于以色列他们可以跟美国跟各种国家的人都可以有这种谈判能力，我是非常非常赞许，希望台湾人可以跟他们学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非常重视英文，而且以色列因为在美国有很多犹太的那个犹太侨胞嘛，就是 diaspora 嘛，就是犹太人嘛。那以色列本身他们非常重视的那个英文的教育，然后再加上很多以色列人在世界各地都有亲戚，这个就是我觉得波兰人也算是有做到的，因为虽然波兰没有残害的像犹太人那么的恐怖，但是我们也有被瓜分嘛，我们也有被国家有被消灭，然后人有流亡到世界各地，所以现在波兰人也是非常的重视英文跟那个语言相关的那个教育，所以你才会知道啊，什么美国有1000万波兰人啊，英国也有接近100万波兰人啊，德国也接近100万波兰人，世界各地都有波兰人，那犹太人也一样，所以就是第一个是透过自己流亡到海外的那种关系网，然后再加上自己人也够优秀，有学外文，然后也是知道没有世界其他的国家帮他，以色列可能也没有办法生存太久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台湾倒是可以学习。这个要更开放，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台湾人还蛮自我封闭，太害羞，不用害羞，你就走出来就对了。是啊，我觉得我其实虽然说我还没有做到这件事，但我都有计划。我觉得在美国投资，跟美国人可以做的生意，可以跟美国有更多的挂钩，更加了解彼此，他们也可以更加了解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奇怪的。就是说，如果美国都已经张开手背说来投资我吧，然后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很求之不得的事情吗？我没有道理不去做这件事。你又讲投资要学校，我相信我们从小学了这么多英文，大家一直从小学这么多英文，其实有理由的。当你有办法有语言能力，可以直接跟美国人，无论是民间还是他们的企业，甚至可以到政府，都可以跟他们有所交流的话，这个对台湾可以有多大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来跟斯坦聊这个美国右派这件事情。我的想法就是认为，其实台湾很多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跟西方学习这样讲好。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跟我们的所谓的教育，这些人都只讲一半的部分？我没有说民主党跟左派是不好的，但如果说全部，如果我们认为西方世界最进步是最棒的价值都来自其中一边的话，但是没有啊，人家明明都是各有阵营，各有这东西，就我们都不知道，结果我们就被慢了3步4步5步。那我认为这个对台湾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会特别来聊这个保守，今天跟保守也是想要问这个斯坦做个问题啦，我还是希望可以对台湾我们本身，不管是我的观众或是对有看到这个节目的人的一个很实际的帮助，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去让台湾可以更加的在提升我们跟美国，至少现在我们知道，因着保守派要垄断了整个政坛，我们怎么样可以进一步去跟他们有所接触？因为这个问题有牵扯到两个部分嘛。第一个，政府是有自己的管道，是，然后TechCrowd 在美国的台湾的大使馆也是要在这方面努力。那我相信于大使做得很好啊，我就很欣赏，就他也有跟那个 Steve Bannon 就上他的节目，他就是左派右派都是杰出的。于大为大使，我蛮喜欢他的啊。所以政府是有政府的那个角色。一般民间，我觉得第一个你要了解对方。那你了解对方有几个方法。第一个，你如果是在台湾的话，你当然是可以看那些媒体，你当然是可以了解美国的现在舆论的方向，你可以看一些书，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学家写的书，因为很多左右派之间的最大的那个意见分歧，其实不是意识形态，是经济，从经济才会延伸到其他的议题啊。那你就可以看那个 Thomas Sowell 啊，或那个 Milton Friedman 这些人，或那个von Mises Ludwig von Mises， 他是奥地利人的，但是他的那个他对美国的现在经济的那种保守派是有很大的，自由意志派是有很大的那个经济的基础嘛。然后海亚克
海克也很值得看，就是不要都是看 Keynes 的东西，你可以看另外一边的经济学的那个角度，也是可以去了解嘛。左派右派，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个去延伸嘛，那个精神去延伸。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就我的建议，不要去纽约，不要去 LA， 不要去西雅图，就是说，因为去的人已经很多了。你如果是有选择的话，你去一些红州，然后在红州经济压力也不会那么大，然后也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当地的人，多交一些那边的朋友，然后找一些就是川普支持者、保守派，了解一下他们想什么，你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然后去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就听听他们说什么。然后就是真的直接融入这个当地的社会。那你看你美国是去工作也好，去留学也好，去玩也可以，因为台湾跟美国免签嘛，很方便，你网络上填个资料啊，就可以直接，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就有放假的话，就直接去那边嘛，然后接触当地的人，去了解，你收获一定会很多，也会很大，就是要走出去，然后你自己看了，自己了解了之后，你可能会更对那个地方完全的改观。那如果是讲到换保守派，第一个我就是说教会非常的关键，然后红州那边也很关键，然后有一些保守派的学校，直接去学校跟他们交流啊，学校都开放啊，他也会让你进来。然后你可以找他们的总务也好啊，去找他们的一些教授啊，可以去 approach，他们都很有兴趣啊，而且他们对台湾也很有兴趣。你除了了解美国保守派之外，美国保守派他也很想了解台湾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啊，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这样子就只要是你愿意走出去，然后做生意啊，台湾也是那个 E2 的那个计划的，如果你经济基础允许的话，你可以直接在美国投资啊，而且那个投资金额是他们几万美金也有 approve 过了，就是说台币100、200、300万，你可以在美国做一个小生意，然后拿那个 E2 签证直接过去那边，在那边住1-2年、2-3年。这些 program 都有啊，然后如果是怕有经济基础的问题，然后想去美国读书，也有 Fulbright， 美国一直对外很开放，你只要是去找、去了解，然后去接触，我觉得你收获一定会很大。如果你经济现在不好的话，那可以多看斯坦跟我们的频道，至少可以先从免费的去了解这些东西。而且我刚不小心忘了问你说，其实斯坦是不是你有在台湾的一些偏保守主义的这些组织是有一些那个，是不是有一些台湾的保守的一些组织是大家可以去了解的？我很建议大家去了解福和会。就是福和会，对，福和会他们网站也常常就是写一些国际新闻的部分嘛，还蛮值得去了解的，还不错，是一个不错的组织。然后我跟他们就算关系很好啊，对啊，我跟他们算还不错，就是上次那个蓬佩奥来台湾的时候是他们，我后来发现他们邀请的嘛。我是主持啊，我是主持跟那个媒体访问的时候，我就翻译。我是想说，你经济基础除了看这些媒体之外，然后你还年轻的时候，美国很多的 program 可以让你去免费去美国，无论是寄宿家庭啊，或那个 Fulbright 是直接付你的学费。所以这个在 AIT 网站有很多相关的资料、相关的内容，我很建议大家去看。我很希望这个未来就是台湾就是针对这个美国保守派的这个渠道管道是大家觉得哇很畅通、很方便、很了解，而不是像现在其实有一点不太了解怎么不得门而起路这件事情。那在这个 podcast 最后面，斯坦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问到的，但你想要分享给我的观众的？我非常荣幸可以上你的 podcast， 我觉得你节目很棒，然后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就是多多按赞、订阅、分享，然后也可以订阅我们的新闻硬邦邦，然后我们就未来希望能越做越好啊，然后多增加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交流跟互相之间的理解。好，斯坦，那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见了。谢谢 Aiden。